马修啊，王仙师说想要让你帮忙去采摘一株天青花，报酬是5颗灵石，怎么样？这个活愿不愿意接啊？陈掌柜，那天青花都是长在悬崖的裂缝中，极难采摘。以王仙师的本事，怎么还要我去呢？哎呀，王仙师前些日子在城外与人斗法，受了重伤，现在别说采药了，就连下炕都费劲呢。他现在啊，急需天青花来医治伤势，不然这种事情哪里轮得到你呀？我只能说是去碰碰运气。天青花本就稀少，我可不敢保证一定能找到。呵呵，天青花的位置啊，我倒是知道一处，在大王山山顶的崖壁上就有。不过那里很危险，不仅陡峭，还时常有山风吹来。你可敢去啊？我去。好，今日天色不早了，此时上山啊太过危险，你明儿一早上山吧。好的，我明早就去大王山。店里的事情啊不用做了，你早些回去休息吧。多谢掌柜的。小马啊，今天这么早就收工了呀？郑爷爷，您今日怎么在此地摆摊了？平日里不都是在城东的吗？哎呀，老位置被人抢了，就只能随便找个地方摆摊了。我明早要去一趟大王山，陈掌柜让我提前收工回家休息。我今天没什么生意，就跟你一起回去吧。您哪天生意好过了呀？我的东西啊是卖给有缘人的，10年不开张，开张啊吃10年。前些日子呀，有人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修仙者，回家后不久便死了。有人猜测就是那个修仙者干的，只是没人敢说此事。这种事情不是经常发生吗？您老为何还会如此伤感呢？那人与我有些关系，才突发感慨而已。人老了，想的事情就多了。对了，郑爷爷，我已经凑够10块灵石了，打算过段时间就去测试灵根。你的祖上的确出过修仙者，虽然后面几代人都没有灵根，你倒是可以去试试。若是真有机缘，倒是可以去弄一本功法，尝试修炼。小子，前些日子我做了笔大生意，等你从大王山上回来后，我陪你去测试灵根。好。老爷子这么早就出门了，看来我还是起得太迟了。早知道这么难走，就不选这条捷径了。虽然缩短了几个时辰的时间，可是很不划算啊。看来今夜要在山中过夜了，早知道就带点保暖的东西了。那2个野果怎么这么利尿呢？这大半夜的起来上夜尿，真是会冻死人的呀！哎，好像有紫色的光闪过，是我眼花了吗？好像是在崖壁上，难道那里有个洞吗？应该还有2、3丈就可以到了。以前听老爷子说过，在修仙界，像平碗鼎之类的宝物，往往都有特殊的用途。
没想到我在这里面待了那么长时间，要快点出去才行。算了，再待一天吧。那王仙师应该也不差这一天时间。这才一天的时间，这天青花怎么就蔫巴了？掌柜的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这次去吃了不少苦吧？改日啊，我让人给你做套衣裳。不碍事的，就是山上的荆棘多了些而已。这是天青花。好小子呀，办事果然靠谱。还没吃饭吧？后堂还有些饭，快去吃吧。好的，我吃完从后面走。有灯火。郑爷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你这小子终于是回来了，我还以为见不到你最后一面了呢。您的身体不是一直都很硬朗的吗？怎么突然就这样了？哎呀，之前卖了一件货给修仙者，后面那人要退货，我拿不出钱就被打了一顿。您不是经常说不要招惹修仙者吗？怎么到头来还被修仙者打了呢？哎呀，是那人自己不会用，非要说我东西不行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钱又拿不出来，只能挨打了。您平时不是很省的吗？卖东西的钱呢？最上面一层有东西，拿过来。打开吧，里面都是给你准备的东西。瓶子里面啊，是一枚洗髓丹，就是用卖东西的灵石买来的。你若是真的没有灵根，服下此丹后，可以让你身体健硕，不受疾病的侵扰。洗髓丹，那可是要50颗灵石才能买到一枚，而且还要看运气才能买到。您这东西啊，对我无用，就是特意买来给你的。盒子里的灵石啊，也留给你了。老头子我呀，此生无儿无女，早就把你当成了亲孙子，给你留下这么一点东西，算是最后帮你一点忙吧。爷爷，您被人下毒了。就是那修仙者干的，他逼我服下毒丹，若是3日内拿不出50块灵石，就会要了我的老命。今日便是第3日的期限了。爷爷，告诉我名字，我要为你报仇。告诉你也无用，对方是修仙者，咱们凡人在他们眼里啊，就是一介蝼蚁，除非你也成为修仙者。先看看这本功法《莲华剑诀》。我以前跟你说过，先祖是一名了不得的修仙者，只是后人没有福缘，自先祖之后便再无出现灵根者，从而没落了。爷爷，这功法是您祖上传下来的？不是，这功法是先祖在一处修尸洞府内得到的。那时候先祖的修为已经很高了，虽然此功法不错，却也没有散功重修的念头，就将此功法留在族内，等有缘人修炼。只可惜啊，
传到我这里都没有出现一个有灵根的人。我一定会保管好这本功法的，若是我无法修炼的话，也会找到合适的人传给他的。如此甚好啊！你这小子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容易相信人了。记住我的话，不管对谁都要多留一分心眼儿，会救你的命啊！我记住了。丹毒已经在我体内发作了，我已经感觉到时间不多了，陪我说说话吧。爷爷，请告诉我是谁对你下此毒手，我保证在没有自保之力前绝不会去招惹对方。刘星剑。着火了！着火了！爷爷，我带您去一处风景好的地方。怎么回事啊？应该不是有人刻意为之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哎？应该是我抱着盒子走路的时候，不小心将10块灵石晃到了小鼎内，这才导致灵石内的灵气被吸收了。这气团除了会吸收灵石外，似乎对其他东西没有丝毫反应。陈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回事啊？好端端的干嘛不做了呀？这次去大王山差点摔死，怕了，不敢再做了。也是。老叔经常让你做那种危险的事儿，是个人都怕呀。哎，你还没说找我干什么呢？你带回来的天青花有问题，王仙师服用之后，不仅伤势没有好转，反而更严重了。不可能啊，那朵天青花可是我费了半条命才采摘过来的，怎么会没有效果呢？谁知道呢？或许是天青花本来就对王仙师的伤势没有作用也说不定。不过现在王仙师是把责任都怪罪到你头上了，他已经放出话了。等他伤势好了以后，就来找你讨要说法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尽早离开望仙城吧。老叔怕受到牵连，已经打算出售店铺了。你也尽快做决定吧。陈虎，多谢你来告诉我这些，我会尽快离开望仙城的。仙师，小子想要测试一下灵根资质。规矩都懂得吧？10颗灵石，懂的。将手掌放到上面，10息之后便可以了。若是没有灵根，珠子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，到时候灵石也是不会退还。小子明白。哦！5灵根。哎，不对，好像不是。金木水火土风雷冰8种属性集合一身，老子在这里测了几十年灵根，都没见过如此奇葩的灵根啊！仙师，我这灵根怎么样啊？好啊，很他妈的好啊！小子，你这属性我敢打包票，整个修仙界恐怕找不出第2人了，真是极品灵根啊！
小子，就你这属性，就别想着修仙了，本本分分做一辈子凡人吧。看在你给我开了眼界的份上，送你一块灵石吧。多谢仙师，小子打扰了。王仙师应该不会猜到我会躲在这里吧？不对呀，这洗髓丹，这是中品丹药。难道小鼎内那气团是可以提升丹药的品阶？下品辟谷丹4枚，下品养气丹3枚。好嘞，一共是5颗灵石。还需要其他的丹药吗？这牌子上面写着收购中品丹药，却没有写价格。哎呀，中品丹药价值不菲，很难给出行情价，而且还要依丹药的成色出价，自是不会标明价格了。百宝楼，这位是我们百宝楼资历最深的鉴宝师，人称欧阳大师。欧阳大师，这位客人有宝贝想参与本月的拍卖会，还劳烦您老给鉴别一下。小小年纪能有什么好东西啊？拿出来吧，别浪费老夫休息的时间。哎呀，好东西啊！老夫鉴宝那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看到品质如此之好的洗髓丹呐！呀，能够炼制出此丹的绝对是大师水准，这品质已经无限接近上品了呀！应该是所用材料有限，才导致跌落到了中品。可惜，可惜呀！大师，这丹药可以上拍卖会吗？哎呀，如此品质自然是可以的呀。本楼的规矩先跟你说一下吧。拍卖会呢，每个月一次，每件拍品只要在拍卖会上出售，本楼都会收取2成的佣金。还有一种是本楼直接买断拍品，一次性交付足够的灵石，这种是不需要付佣金的。当然啊，后面拍出多少钱也就与你无关了。我是替人出售这枚洗髓丹的，买断的话，你们能给多少灵石啊？哎呀，以你这枚丹药的品质，我可以给你400灵石的价格。我家主人心理价位是450颗灵石，400太低了，我还是换一家看看吧。哎呦，小哥，别急嘛。贵龙，莫不是想强买强卖不成？哎呦，别误会啊，是老夫呢有些冒昧了，价格我们可以再谈谈呐。早说你是替人办事的，我不就知道了吗？哦，说来听听。你替身后之人跑腿儿，我也是给百宝楼打工。其实啊，我们都是一样的。你看这样可不可以啊？我给你按400灵石算，再另外给你一些补偿，怎么样？哎呀，你早说，事情不就简单了吗？我私自呢给你20块灵石以及10枚养气丹，如何呀？再加一只储物袋吧，可以的话现在就买断。哎呀，储物袋价值可是要50块灵石呢。若是这样的话，那灵石和丹药就不能给你喽。好吧，储物袋不要了，就按先前说的来吧。这包的呢是400块灵石，你清点一下啊。
中品洗髓丹还真是神妙啊，竟然可以在一夜之间长高这么多。这样的话，就算下次再去百宝楼，估计那个欧阳大师肯定也认不出我了。反应倒是挺快的嘛。见过王仙师，不知小子哪里得罪了仙师大人？你小子故意拿一株假的天青花给老夫，还说不知道哪里得罪了我。那株天青花是我按照陈掌柜所说的位置采摘的，前后不到3天时间，何来假的一说？哼！天青花的药性是采摘后7天之内会保存内部所有灵气，7天之后灵气会全部消散，除非用特殊之物保存。你带回来的那株天青花内部没有丝毫药性，你当真以为老夫是那么好糊弄的不成？我知道你没有对天青花动手脚，可若是想要让天青花在短时间内流失掉所有灵气，也不是寻常之法能够做到的。你若是将那件物品交给我，老夫大可既往不咎，放你一条生路。我让陈虎在你身上撒了点特殊粉末，那粉末可以保留数月时间。别废话了，快将那东西拿出来。那东西我没有随身带着，就在那里面。走，前面带路，别耍花样。知道了。小子，这山谷就那么一点大，你是打算带着老夫遛弯吗？那宝贝东西我怎么可能随意放着？肯定是要藏在隐秘的地方。老夫没多少耐心了，你若是再耍花样，大不了我将你斩杀之后，慢慢在此地寻找便是。翻过前面那块大石头就到了，我跟你一起上去。东西呢？那里。哎呀，雕友啊，今日前来莫不是又有丹药出手啊？还是那些丹药？今日价格如何呀？嘿，还是给你老价格。每瓶内装有10枚中品养气丹，你清点一下。呀，没错，品质一如既往的好啊，还是老价格。小友收好了。小友啊，什么时候能带我见一见你身后的那位炼丹大师啊？刘某可是仰望许久了呀。大师生性不喜见外人，脾气又古怪的很，这才每次都让我出来。刘道友还是别想此事了，万一惹得大师不喜，你我以后可就没得合作了。呀，也是，有本事的人啊，脾气都有些古怪。大师这次让你出来，除了出售丹药，还有其他事情吗？大师最近想要炼制聚气丹，的确是让我在外面购买一些灵药，我正打算去别的地方呢。聚气丹材料啊，哎，你不用去别的地方了，我认识一人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，价格也绝对不会贵的。哦，那人现在何处啊？不会就是你吧？哎呀，当然不是我了，就在这里，我去将其叫来。你稍等一下。哎呀，小友久等了，这是家妹刘月宁。此地人多眼杂，可有安静之处？有的，就在不远处。月宁啊，你带小友去吧，我还要看摊子。我哥说你需要聚气丹的材料，一份20块灵石，你需要多少？20块灵石一份，这价格未免也太高了吧？聚气丹的材料不比其他丹药，通常用的材料年份都是在20至30年，而我这些全部都适用最少50年的，价格自然是比外面贵一些。不过灵药的品质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，你可以先看看。的确都是50年左右的灵药，不过20块灵石还是有些贵。这样吧，18块灵石一份，我先买50份，如何？50份，这数量我暂时凑不齐，需要半个月的时间。我现在身上就20份。那就先买20份，半个月后我再来。若是我用100年份的灵药来炼制丹药，说不定能炼制出更高品质的丹药了。阵法，嘿嘿，雕友眼力不错呀，这的确是阵法，是我和家妹花了大价钱从一位阵法大师手上买来的。我也是偶尔听大师提过几句，对于阵法所知不多。哎呀，跟着大师就是好啊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，不像我们兄妹2人全都要靠自己啊。这，哎呀，
我们兄妹二人啊，已经打算长期居住在此地，故而将这里开辟成灵田。哎呀，对了呀，忘记告诉你了，家妹呢是一名灵执师，这些灵药啊都是家妹打理的，就算是我都不能随意触碰啊。哥，哎呀，进去说吧。这是月宁自己做的茶，名叫清灵茶，味道很不错的呀，要有尝尝。在下不懂茶道，不过此茶的确清香。这是上次欠你的30份灵药，现在已经筹齐了。若是还有多的话，我也可以一并带走。暂时没了，现在的灵药种子不太好弄，最少需要2个月的时间，我才能弄到种子。看来灵执师也不是万能的呀，没有种子就什么事都办不了。小友啊，我们兄妹二人呢需要一些聚气丹，若是你身上有的话，可以直接拿来换那些灵药。我这次出来的确是出售丹药的，既然你们想要，就换给你们吧。月宁道友既是灵执师，以他的能力加入任何一个门派应该都不是问题吧？你们难道对半年后的4大派不感兴趣吗？哎呀，我与道友颇为投缘，就跟你说一些外人不知道的事情吧。我们2个呢是从外地到此的，虽然不知道4大派为何会在30年后来到此地挑选弟子，可是我们却听到了一个传闻，是关于天月国修仙界的。听说啊，在天月国的北面出现了一条矿脉，经人探查，里面的灵石储量极其丰厚。矿脉、灵石，这跟招收散修有什么关系呢？矿脉啊，每个国家都有，并不是什么稀奇之事。可据说那条矿脉内极有可能存在极品灵石，若真有极品灵石出现的话，那么天月国肯定会成为众矢之的。这就可以理解为何4大派会招收散修了。这些招收的散修啊，到时候肯定会成为抵御外来入侵势力的炮灰。我相信那告示只是在做表面形式，暗地里肯定还有其他消息放出来，只是我们接触不到而已。我跟家兄分析过了，到时候会有很多人会被4大派选中。既然天月国可能会受到他国的入侵，那么望仙城也不会是安全之地。你们2人为何会选择在此地久居呢？怎么，在下说的有哪里不对吗？看来教友接触修仙的时间并不长啊。望仙城呢，并非是独属于天月国的，它是由数个国家联合建立起来的。此事啊，只要略微打听便可以知晓了。对，也就是说，就算天月国被灭国了，望仙城也会安然存在，无人敢贸然动这里的。看来暂时待在城内才是最安全的。是的呀，我兄妹2人呢，也是经过反复思量才决定安居此地。外面的纷争跟我们这些散修没有关系，还不如在这里静心修炼。再说了，这里有各种资源，也不比加入宗门差呀。御风术。地刺术，火球术，水剑术，各位道友啊，本次交换会是由薛某举办的，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，为的就是让我们这些外来的散修能够有一处自己的交换之所。现在交换会开始，各位可以自行与人交换东西，只要交换完成，离开此地就没有后悔了。还请各位擦亮眼睛啊！自由交易，看这些人的样子，应该是参加过好几次了吧？这位道友，请问你这是什么丹药啊？下品聚气丹，每瓶10枚。聚气丹如何交换啊？我这里有一块品质上佳的青云石，我想要换1瓶聚气丹。我有一株100年份的灵药，想换2瓶聚气丹。这株100年灵药不错，可以换。你先前拿出了下品聚气丹，难道你身上还有中品丹药？那要看你这东西有何用途了。可否到安静的地方详谈？可以。毒蝇虫，是的，这是专门用来饲养毒蝇虫的毒罐。我因为急需突破境界，才将此物拿出来。你若是能给我4枚中品聚气丹的话，我可以将驱虫之法一并给你。好，这是4枚中品聚气丹。这毒罐只能短时间内放在储物袋里，超过3天，里面的毒蝇虫就全部死亡。要打就赶紧打，别磨磨唧唧的，影响流量。华阴空，你到底会不会做剧啊？不行你就安排我上来演打戏。
666，好这么快，这他妈什么符啊？要学要学。难道是刚刚那蓝袍修士的？道友，救命！道友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会受如此重伤？在下元志，是望仙城人士。今日上山采药，偶遇魔修，被其重创。元志，道友，仙城附近出现魔修，此事一定要及时通知其他道友。袁某现在身受重伤，想劳烦你带我下山。那魔修呢？袁某已经用秘法逃脱了，奈何伤势太重，那贼人应该不敢在此地逗留太久。好吧，我要怎么带你下山呢？劳烦道友背我下山，事成之后我定会重谢道友的。哼！天才，此人就是那魔修，你帮我缠住他，我去搬救兵。是你小子，你跟那家伙是个什么关系？路过的，不认识他。算了，不管你们认识不认识，既然碰到了，就拿你开刀吧。罢了，先前受了伤，不宜再追了。好你个贼骗子，到处找你不着，原来在这里偷老子尿喝。金刚符，道友，先前都是误会，袁某也是迫不得已才如此的。道友，这金刚符可不是你这个炼气5层修为所能破的，还是省省法力，快些离去吧。道友，我愿意给你200灵石当做先前的赔偿，如何？我在仙城内有几处房产，也一并给你了。既然你不愿意放过袁某，那就等着跟我鱼死网破吧。你要干什么？蠢货，你想用火烤死我呀？难道不知道不语术吗？地面被雨水浸湿，那么也就是说，道友来的还真是时候，法器才修不好。多少灵石啊？2块灵石。道友还有其他需求吗？那块牌坊上面的法器能否给我看看？那上面的要求是需要上品聚气丹才可以交换的。若是没有的话，丹药我身上有。你当真有上品聚气丹？有啊，请随我到后堂。那牌坊上的法器都是我师父毕生之作，需要他老人家亲自拿给你。道友请坐。品质极佳，应该是用了上年份的灵药，灵气丝毫未失，想来是刚出炉不久吧。黄老慧眼如炬，烈焰剑，此剑以烈焰石为主材料打造，虽为中品法器，却可以释放出一道火柱。这是玄龟盾，是我拿一只老玄龟的甲壳炼制而成的。此物本应是上品法器，只因在炼制时火候出现问题，才跌落至中品。小友，这2件法器可还满意呀？不错，黄老不介绍一下最后一件法器吗？这2件法器都是1枚上品聚气丹换取1件，而最后1件则需要2枚上品聚气丹，一共4枚上品聚气丹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道友如此年轻，便已经是个不得了的炼丹师了呀！外表就能代表真实年龄吗？此物乃是一件飞行法器，名为白光剑，虽然也是中品法器，但道友应该知道飞行法器的价值吧？中品的飞行法器和上品的速度差距很大，此物若是上品就好了。哎呀，道友说笑了呀，若是上品的话，哪会是现在这价格呢？行吧，在下一位好友应该会喜欢这玩意儿的。烟花，快点啊！4大宗门收徒了。这些就是4大宗门的人吗？也没有长3头6臂啊。青羽谷、玄武门、九星宗、百寿山。
不要被入选，不要被入选，怎么办？刘道友，灵根资质极佳啊，欢迎加入青鱼谷。朱师叔，这位想以炼丹拜入我门内，劳烦朱师叔测试一下。知道了，你去吧。都会炼制何种丹药啊？成丹率有几何呀？回前辈，晚辈目前只能炼制辟谷丹和养气丹，成丹率大概在5成左右。5成？年轻人可不要信口雌黄啊！老夫今年150岁了，这2种丹药的成功率也堪堪达到7成而已。你一个黄口小儿，竟然开口就是5成？等下测试，若是你浪费药草，我定将你打出去。试试便知。好，所有人都出去。小家伙叫什么名字呀？小子马修，不知对我的技法可还满意？不错不错，年纪轻轻就有如此造诣，青鱼谷倒是挑了个好苗子呀。不知可否通过柜门的测试了？通过了，你将自己的信息记录在这枚令牌中吧。马修啊，等会儿有人问你想要拜入谁的门下，你就说要拜入老夫门下，记住了吗？您是要收我为徒？老夫是青鱼谷数百年来唯一的炼丹奇才，做你师傅难道不够格吗？抱歉，晚辈对青鱼谷之事一概不知，刚才犹豫是因为内心太过惊讶，自然是愿意拜入前辈门下的。好，本人啊生性不喜繁琐，拜师一事就免了。我叫朱雀，你唤我朱老便可以。拜见朱老。晚辈李牧，久仰大师之名，故想拜入大师门下，学习超绝技法，为宗门效力。我操，你这么有礼貌，华云空知道吗？李家啊，我有所耳闻，不过我已经有徒弟了。你另寻高明吧。大师能否让我跟您的徒弟比试一番，看看谁在炼丹一道上的造诣更高？到时候您再做选择，如何？敢跟老子比，不知道老子开挂了吗？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！老夫挑徒弟还需要你来指手画脚啊？若是我徒弟技不如你，是不是就说明我这老头子眼光不行啊？师傅，这具气丹炼制过程我还是有些没弄懂。好师傅，下次给您敬茶。臭小子，没大没小的。师傅，我先前看有些人没有被带到这里，他们去哪儿了？本门这次所有人都是乘坐青云舟前来的，那些资质出众之人被选中后就带上青云舟了。你肯定要问为何没有看到青云舟吧？那是因为啊，它在上方的云端之内。原来如此啊！我们已经到了青鱼谷的富山大阵前面，所有人全都出来吧！云师祖，都起来吧！入了此阵之后，你们就是青鱼谷的人了。有句丑话说在前头，老夫此生最痛恨的便是叛离宗门之人。你们当中若是有人做出对宗门不利的事情，别怪我不念同门之情。不愧是结丹后期修士，单单一个眼神就差点让我跪下了。朱师侄，你带着徒弟和丹童可以先行回去，我带其余人去掌门那边汇报。丹童？这家伙什么时候成为朱老的丹童了呀？多谢云师叔。我实名举报华云空，3个月不给老子安排换衣服。我带你们先去领取入门物品，随后去我的住处。这小子给了我一些无法拒绝的物品，我才破例收他为丹童的。我们接下来啊，要去的是藏经阁。每一个新入门的弟子都可以挑选一门功法或者秘法。以后若是想要再去藏书阁，就要花费一定的灵石以及宗门贡献点才可以了。宗门贡献点有什么用啊？只要做出对宗门有利的事情，就可以获得。不过，想要积存太多的贡献点，也是千难万难的事情。门派贡献点可以跟宗门兑换各种物品，若是贡献点足够，就算是宗门的3大秘法都是可以兑换到。外门弟子每年必须完成6次杂物，每次都会有相应的贡献点以及奖励。李牧啊，你的身份是丹童，跟外门弟子待遇一样，你的贡献点以及奖励由我发放。我记住了，朱师。马小子，你是我的徒弟，身份自然就是内门弟子。只要你能够为宗门炼制出足够数量的丹药，也是可以获得贡献点的。另外啊，外门弟子每个月的月俸是1块下品灵石、1枚养气丹和5枚辟谷丹，而内门弟子每个月是3块下品灵石、1枚聚气丹和5枚辟谷丹。这些月俸我会发放，无需去宗门领取。师傅，您老在宗门那么多年，是不是已经积攒了很多的贡献点了？别打老夫贡献点的主意啊！
只有1个时辰的时间挑选，过时就算是没领到心仪的功法，也会被送出来。记住，内有结丹师祖坐镇，绝对不能有别样的心思。师兄，你先行。2个小家伙，你们只有1个时辰的时间挑选，左边是功法，右边是秘法。浴火诀，这玩意儿不就是个随身打火机吗？适合炼丹。老夫在门内单独有一座山峰，名为落日峰，那里有很多空置的房间，到时候你们随意挑选。好，明白了。旁边有水井，可以自行打水。房子常年空着，里面有些杂乱，你们打扫一下就可以了。对了，这是你们的门派服饰，以后在门内都要穿这衣服。我住在山顶，你们先休息。3日后清晨来寻我，到时候我给你们介绍落日峰内的一些地方。走吧，先去炼丹室。炼丹室在哪儿啊？我这一路走来都没有看到其他的建筑啊。你知道这落日峰为何那么少植物吗？此地火灵气充裕，地下应该有一条地肺火脉吧？难道炼丹室在这炼丹峰的底下？不错呀，这么快就发现此地火灵气的不同。本峰下面的确是有一条地肺火脉，不过炼丹室啊，并不是设在地底，而是在这山体内。走吧，炼丹室的入口就在那里。去他妈的，怎么又是特效？李牧啊，那个就是距离地肺火脉最远的炼丹室了。以后你就在此地炼丹。遵命。每个新入门的弟子都有3个月的适应期，你也一样。等3个月后，我会安排你炼丹任务。现在你就在这里熟悉一下炼丹室的环境以及地肺火脉之运用。里面有本册子，上面都有写。您不带他下去吗？山体共有3层，丹童只能待在最上面那层。倒不是看不起他，而是越往下面温度越高。有一点你可能不知道，地肺火脉虽然对炼丹有好处，却也伴随着火毒。李牧修为太弱，长时间被火毒浸润，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后果。刚刚忘了跟他说这些了，你有空就转述给他吧。既然有火毒，那我怎么办啊？你这小子那么怕死啊？有老夫在呢，还能让你死了不成啊？天生胆子小，您老见谅啊。这是解毒丹，在这里待上3个月就要服用1枚。另外，这是丹方，你若是有本事，也可以自己炼制。2个问题，这么快就看出问题来了？说说看，这丹方上所需的灵药，我要去哪儿弄啊？哎呀，真是老了呀！我竟然将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忘记告诉你们2个了。本门啊有多处药源，本峰所需的灵药都需要去那里领取。不过啊，你若是愿意的话，也可以自己种植，只是那培植之术可是很复杂的，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琢磨通透。我劝你不要将精力浪费在那个上面。培植之术。第2个问题呢，您好像从未问过我的灵根资质。炼丹跟灵根没有任何关系，就算是武灵根又如何呀？只要在炼丹上有天赋就可以了。再说了，就算是资质再差，有丹药辅助，修为一样可以提升上去，只是与人斗法时通常会落于下风而已。可哪个炼丹师又会跟人去拼命呢？你还没达到筑基，这里已经是你所能承受的极限了。最下面那层只有筑基期才可以下去。你以后若是想要炼丹，只管来此地便可以了。开启入口禁止的方法我都写在你的令牌里面了，回去看看便知道了。本门的药源内的灵药，我可以随意领取吗？当然不行啊！通常情况下，我们所要炼制何种丹药都是门派规定的，他们会派人将灵药送来。你若是想要炼制自己的丹药，则需要花费贡献点去药源兑换。您给我一炉聚气丹的材料，我想炼一炉看看。地肺之火跟寻常火焰不同，我劝你还是先熟悉一下火势再炼丹。御火术你学会了？那玩意儿不是很简单吗？御火术啊，是每一位炼丹师都必须要学会的秘法。看来你小子没有胡乱挑选呢。您有空也教我下御火术吧。臭小子，快些炼丹吧。哦。难道那御火诀如此的神奇？师傅，您这还有灵药吗？我想再试一次。我这儿正好有一份门派任务，不过是炼制1000枚氧气丹，你要不要试试啊？1000枚？那我要炼到什么时候啊？青鱼谷那么大一个门派，氧气丹的消耗自然也是巨大的，这1000枚顶多也就能应付1-2天的时间。你以为宗门的炼丹师那么好当的呀？不过你放心，这次氧气丹的材料有很多，若是多出来的那些丹药都归你所有。另外啊，完成任务后，我还会给你分配贡献点儿。
哎呀，臭小子虽然炼丹天赋不错，却还是太嫩了呀！1000枚氧气丹，没有3、4个月，你别想从里面出来了。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先让诸师更加看重我。小子干得不错呀，100点贡献点已经划到你令牌内了。师傅，下次任务是什么时候？你想炼丹，随时可以。不过呀，你现在的状态不适合再炼丹了，回去休息吧。1个月后再来寻我。记住，炼丹虽然重要，修炼同样不能耽误。师傅，这是什么呀？好香啊！凝香液是用81味灵花灵液配制而成，是为师的独门秘法。服用后可以让人消除一身疲惫，神清气爽。这东西经常服用的话，身上会散发出一股清香。在青羽谷内可是很多人抢着要呢，尤其是那些女修啊，天天因为此物来烦我。多谢师傅。马师兄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朱师说师兄这段时间都在山中炼丹。是的。怎么了？朱师说，师兄若是炼制出足够数量的丹药，多出来都归你所有。此事应该是真的吧？他倒是什么都跟你说啊。是的。怎么了？有事直接说吧，我要休息了。哦，师兄别误会啊，小弟这些日子在门内走动了一番，知道了一些事情，想与你分享一二。哦，进来说吧。师兄，青羽谷内外门弟子有7、8万人之多，这么多啊？是的，不过内门弟子只有数千人，外门弟子中炼气2层至炼气4层的人有3、4万。你跟我说这些是有什么想法吧？是的，我们修士想要提升修为，除了日常的打坐外，丹药也是必不可少的。门内虽然每个月都会发放月俸，可那点丹药根本就无法满足外门弟子的需求。我们2人有幸成为诸师门下，这对那些普通弟子来说是一件极其羡慕的事情。才履法地，才字当头。所以啊，师弟的想法是，我们是否可以拿出那些多余的丹药卖给门内弟子，以此来换取灵石呢？好家伙啊，才入门2个月就已经想着怎么赚灵石了。在门内擅自出售丹药，难道宗门不会管吗？此事师兄可以绝对放心，宗门不仅不会管这些事情，还在门内专门设立的供弟子们互相交易的地方呢。哦，还有这种地方？是的，那里叫清风涧，我去过那里一次，那里出售丹药的人很少，一出现就立马会被人哄抢。我现在正好没事，你陪我去清风涧看看。没问题，我今日正好也没事，我们现在就去吧，来回大概2个时辰左右。师兄啊，这些是紫光烛，到了夜里会发出紫芒，甚是好看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紫光烛能够隔绝神识。你知道的还挺多的嘛。我本是修仙世家中的一员，平日里爱好就是看各种杂书，本事没多少，就是对这些东西知道一些。你去打探一下此地丹药的价格，我目前身上有回春丹、辟谷丹、氧气丹，没问题，我这就去。门内各种事情，本人均可提供消息，每个消息售价5块灵石。此消息为半个月前所得，此后发生的事情不在消息之内。我这里有300枚回春丹、200枚辟谷丹和200枚氧气丹，都是下品。我过段时间要去给诸师炼丹，没有时间出售丹药，这件事就交给你了，我也不会让你白干。卖的丹药我们2、8分，当然你自己炼制出来的丹药卖出去都归你。我真的能分2成吗？你卖丹药也是要花费时间的，我们修士的时间都很宝贵，2成不多，那就多谢师兄了。不过我也要炼丹一段时间，这无妨。丹药放在身上又不会坏掉，那些丹药我先放你这里，等你有空就去出售掉。流星剑因为是双灵根资质，在入门后竟然被云浮子收为了寂灵弟子，并且云浮子还放出话，若是流星剑能够在30岁之前筑基成功，便收为亲传弟子。你这次炼制辟谷丹成丹率大概有多少啊？回师尊，我这次基本能保持在8成左右了。以你接触炼丹的时间，能有8成的几率已经是很高了，至少比老夫当年的时候要高了呀。这样吧，下个月我会给你分配一些聚气丹炼制的任务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这只储物袋内装的都是废丹，你帮为师送到门内的废丹房吧。废丹房？废丹不是直接销毁的吗？怎么还有专门放废丹的地方？本门开山祖师便是一名炼丹大师，这是他老人家立下的规矩，门内每一名炼丹师都要遵循祖训。本来这种事情是由为师亲自前往的，可我现在马上就要炼制一炉重要的丹药，就由你代劳了。这青羽谷的创派祖师留下那么多废丹做什么呀？难道他也拥有像紫色小鼎那样神妙的宝物不成？朱雀弟子带家师前来存放废丹。师兄久等了，师弟刚刚在整理东西。家师朱雀命我前来存放废丹。朱大师收徒了呀！师兄真乃天才也，朱大师可是从未收过徒弟啊。
师弟名叫龙傲天，是专门看管废丹房的，在这里已经有10几年了。好霸气的名字，每个人都这么说。家师有一炉重要丹药需要炼制，抽不开身。我是第一次来，需要怎么做？师兄将废丹交给我吧。竟然没有一枚是有用的丹药。唉，既然是送到这里的，怎么会有好的丹药呢？那不一定啊，偶尔也会有几枚品质差点，同样被当做废丹处理的丹药。师兄有所不知啊，这废丹房的油水实在太少了，若不是宗门给的月俸多，谁愿意待在这鬼地方？不知师兄如何称呼啊？我这边要做个登记，马修，修饰的修。废丹这种无用的东西，每次存入都需要登记在册吗？马师兄第一次到此，对这里的情况不了解也是正常。其实啊，这些登记废丹都是无用的，压根儿就没人来此验查真伪。那接下来要怎么做啊？师兄可以将储物袋给我，我进去将废丹存好，再将储物袋送出来。当然，师兄若是愿意进去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进去看看吧，我还没见过废丹房里面的情况，也是有些好奇。这里既然没有油水，你怎么会选择待在这里呢？我灵根资质极差，入门虽然有几10年了，却依旧还是炼气3层，此生怕是难有突破。这里的待遇比其他地方要好一些，又无人打扰，我便选择长期居住此地了。这些小路是通往哪里啊？这些都是最早时候挖出来的，走到底就是存放废丹的地方了。后面因为需要存放的废丹越来越多，山洞也是在不断的挖掘。我们要去的地方还有一些距离呢，我能去看看吗？我这人去到一个新地方，就忍不住心中的好奇，喜欢到处看看。这瓶是中品养气丹，你我投缘，便赠予你了。马师兄真不愧是朱大师的弟子啊，中品养气丹都能随随便便拿出来送人。我自己进去吧，我观你修为停滞在炼气3层已经很久了，这些丹药有可能会助你突破成功，你去炼化了吧。这样真的好吗？我被修士，还有什么事情比修炼更加重要的？你只管在外面修炼，我逛完一圈就出来。你总不会担心我会偷里面那些废丹吧？不会，马师兄说笑了，这里的废丹就算送人都没人要，哪还担心会有人偷呢？这青鱼谷还真是多此一举，明明是存放没用的废丹，还特意加一扇门。这应该是一枚屁股丹的废丹，不知道小鼎是否能提纯。应该是时间太久的缘故，才导致小鼎无法提纯。下品养气丹。这位师兄陌生的很，莫不是新入门的？我的确是刚入门不久。将你的身份令牌给我看看。原来马师兄就是朱国寿的亲传弟子，真厉害啊！家师有大本领，我才入门没多久，还没学到什么呢。朱伯可是我们青云谷有名的炼丹大师呢，跟着他肯定能学到真东西，真是羡慕马师兄呀，有这么好的师傅。我此番前来是想换取一些聚气丹所需的灵药，不知要如何做呢？马师兄跟我来吧，这里是第1层的最外面而已。马师兄是不是在疑惑这里为何没有灵田呀？的确如此。每一个第一次到这里的人都是师兄这副神情。白元峰除了大阵外，还有无数个小型的阵法。师兄之所以看不到灵田灵药，是因为都被阵法给遮蔽了。原来如此，是我孤陋寡闻了。我叫苏欣，常年在白元峰第1层任职。马师兄下次来的时候可以直接找我。姐姐，朱世伯的徒弟来这里买灵药了。希儿，你又忘记了，女孩子不可以大呼小叫。原来师弟是马师伯的亲传弟子，希儿还小不知礼数，苏小带妹妹向师弟赔个不是。师姐多虑了，无妨的。师弟是来换取聚气丹材料的吧？不知你是需要多少年份的灵药呢？50年份的即可，若是有100年份的其他灵药，也可以给我几株。100年份的灵药，若不是那种珍稀的品种，一株需要70块灵石。给我50份聚气丹材料和5株100年份灵药，贡献点不够，就用灵石换取吧。好，师弟坐一下，我去准备一下。师弟拜入朱师伯门下多久了？前后不到1年的时间。苏师姐有什么事情要交代我转达给家师吗？事情倒是没有，就是想问一下师弟，可否知道朱师伯会炼制凝香液？哦，知道的，家师还给过我1瓶。那凝香液可否在师弟身上？暂时还没服用。师姐对这东西感兴趣，师弟能否给我看看？马师弟能否割爱将这瓶凝香液卖给我，价格好说的。我不知道凝香液是什么价格啊？凝香液虽然是珍稀之物，确实用处不是特别大。我给你10颗聚气丹的材料作为交换如何？这瓶凝香液是我炼制丹药师傅他老人家给我的奖励，
我想还是留着自己服用吧。啊，师弟莫慌嘛，凝香液是朱师伯的独门秘方，你只要时常炼丹，便能一直得到了。师姐刚刚说错了，用20份材料换这瓶凝香液，可以吗？师姐若是真想要这凝香液，给我25份材料算了，不然我也不好向家师交代啊。好，师弟在这里等我一下。完了呀，还是低估了凝香液的价值，转头一定要将凝香液的配方弄到手。姐姐，谈恋爱应该和什么样的人谈呀？和不喜欢的人谈。为什么不跟喜欢的人谈呢？因为在不喜欢的人面前，你才能做真正的自己。在喜欢的人面前唯唯诺诺，还不如在不喜欢的人面前为非作歹呢。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哦。希儿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？我喜欢孙悟空。啊？因为他有金箍棒，重13500斤呢，纯金的，价值60-70个亿呢。希儿，我们好像调错频道了。啊？都怪那华银空，他明明排行老2，却竟干些老6的事儿。我突破了。朱师，是马修啊，进来吧。师傅，您这是？为师今年已经155岁了，修为却已经卡在筑基后期大圆满境界。前些日子外出寻求一味灵药，炼制出一炉丹药，本想借此机会来冲击一次瓶颈，却还是失败了。这次失败让我元气大伤，此生怕是再也无法触摸到结丹了。你已经到了炼气8层，回师尊，前些日子刚突破。哎呀，你比我好啊，知道多花时间修炼，不像我年轻的时候。师傅，我这次来是想要一份凝气丹的丹方。马修啊，你可愿意帮师傅一个忙啊？师傅请说，只要能力之内的，我绝不推辞。还有1年半的时间，门内会举办一场宗门大比，这大比每10年举办一次，前50名都会获得相应的奖励。这次大比宗门拿出了极其丰厚的奖励，前10名者都会奖励一枚玉净丹，此丹能修复为师体内的伤势，可以让我再次冲击一次瓶颈。当然了，奖励越丰厚，参与的人自然也是极多的。炼气8层是刚刚够参与资格而已，我想让你去试试，若是运气好能进入前10，自然是最好了。若是失败了也没关系，只当是一次历练，熟悉一下修士之间的斗法。师傅，我鲜少与人斗法，外加我修为这么低，怕是到时候会丢您老人家的脸面吧？哎，无妨，丢脸就丢脸呗，老夫被人暗地里嘲笑的事情还少吗？好，我去参加宗门大比。时间还有1年半，接下来的时间啊，你就不要炼丹了，为师会为你安排一系列的特训。不炼丹，那宗门那些任务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宗门又不止我们几个炼丹师，我们不炼丹，自然是有人炼丹，担心这些做甚呢？光靠你身上这点法器，想要冲击排名是不可能的。另外，你的手段还太单一，且与人斗法经验不足。给为师3天的时间，我好好给你规划一下。师傅，玉净丹您不能直接用贡献点向宗门兑换吗？玉净丹是本门独有之物，只有结丹修士才有能力炼制，而且炼制所需灵药十分稀少，就算是贡献点也换不来。得到此丹的人基本上都会是自己服用，极少会有人拿出来与人交换的。今日开始，为师开始为你布置一系列的任务。首先是对法器的运用。法器光运用自如还不够，与人斗法时情况随时变化，你要学会如何随机应变。接下来我会用法器与你交手，来锻炼你的实战能力。师傅，您可是筑基修士啊，我在您面前哪能有还手之力啊？放心，我会将修为压制在跟你一样的水准。防护罩，我败了。进攻的想法倒是挺多，却忘了自身的防御，还是经验太少的缘故啊。
好小子，敢搞偷袭呀你！兵不厌诈嘛，与人斗法，没有将对方彻底斩杀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。你此举并没有错，不过大比的时候可不能伤及同门的性命啊！我记住了。小子，今日我们不比试了，为师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好。贺老鬼，贺老鬼！何人在此放肆？我师傅在里面休息。刚刚是谁喊的贺老鬼？给我站出来！小丫头片子，这么凶作甚呢？我是来找你师傅的，还不快去通报？你先向我师傅道歉才行。哎呀，贺老鬼教的什么徒弟啊？这点礼数都不懂。你这老头子，一把年纪了还这么蛮横。朱老鬼啊，你上次来我这里大概是10几年前了吧？贺老鬼记性还是那么好啊，这都能记得住啊！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你朱老鬼来此肯定是有事儿找我吧？说吧，别绕弯子啊！这是我收的徒弟，名叫马修，来拜见你贺师伯。拜见贺师伯。早就听说你这老鬼外出收了一个徒弟，看样子的确是不错呀。这是我的徒弟，名叫翠儿，拜见你朱师伯吧。我打算让我徒儿参加明年的宗门大比，他接触修仙的时间并不长，这些日子都在跟我特训，不过这还远远不够。我打算让他在你这里学习一段时间的制符技法。你可是我们青羽门内有名的制符大师，教这小子肯定不在话下吧？原来是为了这事儿啊！我可没时间给你教徒弟，你赶紧离开吧，别耽误我休息。哎，别这么快拒绝嘛，又不是让你白教。我这次可是带了3枚中品养元丹来。中品养元丹？你这老小子真的炼制出来了呀？你觉得我会拿这事儿忽悠你？哎，若是你早来3年，我肯定会毫不犹豫的答应你。可惜啊，现在就算中品养元丹，对我的效果也没那么大了。哎呀，伤势压制太久，已经无法再压制了。就算是中品养元丹，的确是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了呀。你若是能够炼制出上品养元丹，或许我还能再扛一段时间。我哪有那本事啊？这瓶中品养元丹也是前些日子才炼制出来的。你徒弟才炼气8层，你就想着让他参与宗门大比？你莫不是想要玉净丹？我前些日子冲击瓶颈又失败了，这次失败导致我元气大伤，更要命的是寿元也因此折损了一些。也只有玉净丹能够让我在苟延残喘几年了。这样吧，趁我们还有一些时间，你先前的条件我可以答应，而我的条件是让这丫头跟着你学习炼丹术，如何呀？炼丹可是需要天赋的，我可不能保证一定能教会呀。这丫头聪明的很，一学就会。我这一身制服本事，她已经学到3成了。我徒弟也不差呀，在炼丹方面绝对是天才级别的。若不是他为人低调，名声早就传遍宗门了。哎呀，你这老鬼啊，年轻的时候就什么都跟我比，现在连徒弟都要跟我比，真的是不服输啊！我徒弟接触炼丹才几年时间，就已经能够将聚气丹的成丹率控制在5成，你说是不是炼丹天才啊？5成？你这老小子莫要开玩笑啊！这事儿若是被门内几个师伯知道，你这徒弟肯定要被抢过去了。所以啊，在我的控制下，这小子才在门内没有任何名气，不然啊，早就被那些老家伙抢走了。这可是我的宝贝徒弟啊！那就这么决定了吧，我们互换徒弟，我保证你徒弟在我这里的这段时间绝不藏私。至于能学到多少，就要看那小子自己的本事了。可以啊，我也同样保证将毕生所学全部交给你徒弟，能学到多少看他自己的能力。那个这瓶丹药这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的，就算你不同意，我也不会带走的。你叫马修是吧？哦，是的，贺师伯。这本符箓前解是我亲自撰写的，你先拿去看看。3日后我教你一些简单的制符常识。
制符首先要学会的是制作材料，符纸、丹砂、符笔这3样是最重要的。低阶符箓呢，用普通的材料就可以了。中阶符箓的话，需要用到妖兽的皮，丹砂也要用妖兽血液炼制。符笔的话，最好是用妖兽皮毛。现在我先教你如何制作材料。哎呀，我原本以为翠儿那丫头已经很聪明了，不得不承认呐，你小子比她还要聪慧一些。哎呀，朱老鬼在这个年纪还能找到这么一个好徒弟，也不知是走了什么运。制符呢有2种，一种是将特有的符印画在符纸上，这是最常用的方法，当然也是最容易失败的。整个过程必须要一笔完成，稍有差池就会导致失败。而且在绘制符印的时候，法力必须要通过符笔注入到符印内，法力多了会失败，法力少了也同样会失败。我太难了。第2种方法是利用法印，直接将法术封印在符纸之内。这种方法成功率很高，不过法印可不是人人都能拥有的。贺师伯，法印是什么呀？法印呢，是将一种法术修炼到极致后，脑海中便产生出一道咒印。有了此咒印，以后施展此法术的时候就无需再结印了，可以做到瞬发。老夫这一生啊，就凝练出了2道法印，一是火球术，二是冰针术。光这2门法术就耗费了我几10年的时间啊！你才接触制符一道，法印就暂时不要考虑了，就老老实实绘制符箓即可了。是，贺师伯。嘿嘿。朱老鬼，我这宝贝徒弟在你那边没吃亏吧？你这徒弟啊，鬼灵得很，哪还会吃亏呀？马修啊，这段时间在这里学的怎么样啊？贺老鬼有没有故意藏私，不教你真东西啊？回师傅，贺师伯对我很好，教了我很多东西。那就好。说说吧，你现在都会绘制哪些符箓了？火球符、水剑符、土刺符、献地符、锋刃符、冰针符。你学会了六种符箓？师傅，这家伙真能制炼6种符箓啦？他可是才学了8个月啊！朱老鬼，你他娘的走了什么狗屎运啊！竟然给你挑了个宝贝徒弟，8个月学会6种基础符箓，而且每种的成功率至少达到了5成。哎呀，我徒弟是天才啊，不是天才中的天才。这丫头也不错，在炼丹方面也是有些天赋的，已经能够将氧气丹的成丹率达到3成了。不过呀，就是太贪玩了，跟我那丹筒跑出去了好几次。哎呀，这丫头啊，天赋是不错，就是静不下心，不像马修啊，8个月愣是没出过大门1步。师傅，我才是你徒弟。我这段时间得了一些材料，炼了一炉寿元丹，正好多1枚。既然你对我徒弟如此上心，就赠你1枚吧。哎呀，认识你100多年了呀，还是头一次看到你如此大方的时候啊！看来马修对你真的很重要啊。那是自然呐，这小子可是要继承我衣钵的。怎么着，你莫不是也想收这小子为徒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想都别想，我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。哎呀，马修啊，有空的时候来看看我这老头子，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教你呢。是，师伯，我有空一定会来看您的。哎呀，走，这地方不能再待了，再待一会儿，等下徒弟没了。这本是本次参加宗门大比的名单，为师已经将每个人的修为都写在名字后面了。你有空的时候多看看，多了解一下对手，对你有好处的。我会认真看的。距离宗门大比开始还有3个月的时间，在这期间你还是尽量提升修为，这些是为师炼制的中品聚气丹，你拿去服用吧。这段时间你都是在忙于制符，剩余的3个月就让你自由活动，有什么事情只管来此找我便是。师兄，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？你不在，我们那个店都没办法经营了，被师傅安排出去办事情了，今日才回来。好可怕的威压，这是什么修为？单单一个眼神就差点让我跪下了。
拜见老祖。朱雀，这两个是什么人？左边那个是我徒弟，名叫马修；右边那个是丹童，名叫李牧。他们两个才入门没多久，并未见过老祖圣容，刚刚多有怠慢，还请老祖见谅。你起来吧，我来此是有事儿要找你。我操，吓老子一大跳，以为找我的呢。踏棉花呀，踏棉花，金棉炭成塔两塔哟，有棉花它成了新棉花哟哟，好嘞哎喂呀哟喂哟呀，哎呦喂呀，哎呦嘞呀嘞，藏好了棉被，个姑娘要出嫁，那个姑娘要出嫁。姑娘唱歌真好听啊，下次别唱了。我就唱，我就要唱。星儿，别闹了，马公子过来买药了。擦，流星剑那个小王八羔子居然是炼气11层。玉气风出品的法器啊，品质绝对的好，走过路过都不要错过来。有了我们这里的法器，宗门大比肯定会大放异彩的。这是我们玉灵峰的灵兽啊，每一只都经过特殊的训练呢。这位师兄，随便看看啊，这些都是用来提炼材料的东西，价格都不贵。这里一共是53块，我全要了。多少灵石？就以1块灵石一件来算吧，一共53块灵石。这局我全要了，我出60块灵石。见过翁师兄，这些东西我全都要了，给你30块灵石吧。他这哪是买东西啊，分明是抢劫呀！这翁师兄啊，这些东西是这位师兄先要了的。哦，是吗？这位师弟，在下玉气风翁承安，这批法器碎片对我有用，行个方便，让与师兄我吧。买东西讲究的是先来后到，我都已经谈好价格了。翁师兄这是打算强行干预吗？这位师弟面生的很啊，不知拜在哪一峰啊？无名之辈不足与翁师兄挂齿。翁师兄是打算在此地与我动手吗？师弟好气魄呀，希望你能一直保持这样的性格。多谢翁师兄提醒，我会保持的。哎呦，马师兄啊，好久没来了，今日是来送废丹了吗？今日不送废丹，我想进去挑一些废丹来做实验。只拿几十枚，这瓶聚气丹给你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师兄拿个几百上千枚都没事，只要师兄的实验能成功就行。师兄想要哪一类的废丹做实验啊？我最近炼制了几炉凝气丹都失败了，诸师让我弄一些前人炼制的废丹分析一下。凝气丹的废丹，师兄请跟我来这边。马师兄，左边是放凝气丹废丹的丹房，右边的是放洗髓丹废丹的丹房。这里平时是不准人进来的。好，我就拿一点凝气丹的废丹就可以了。这么多呀！哎呀，这是去年送来的废丹，时间不算太久，应该够师兄做实验了吧？这一箱都给我呀！哎呀，这些废丹放着也是无用，既然师兄有用，就只管多拿些过去。等你实验做完了，到时候有多余的送回来就可以了。我的确是需要不少的废丹，那师兄我就不推辞了。龙师弟帮了我大忙，这点灵石你拿去买点心仪的东西吧。见过师尊。起来吧，有事儿跟你说。先前那位老祖你已经见过了，那是本门3大元婴老祖之一的魏师祖，已经有700岁的高龄，修为也已达到元婴中期，是本门修为最高的老祖。擦，活那么久不会内分泌失调吗？有件事需要告诉你，在天月国的北面出现了一条灵石矿脉，原本大家都以为只是一条普通的灵石矿脉，并没有太当回事，可后来有人在矿脉内开采出了中品灵石，没过多久有人开采出了上品灵石。你应该知道上品灵石的出现意味着什么。我为什么应该知道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件事儿很快便被其他势力知晓了。若只是我们4大宗门之间争斗，那总归是有个结果，可现在却是外部势力也想争夺这处矿脉，这就导致事态不受控制了。那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呢？前线已经爆发了多次战斗，我们4大宗门联合起来一致对外，
可四大派各自有各自的心思，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抵御外敌。设立的几个据点也相继被敌人攻破了。我们现在只能围着矿脉展开反击。既然四大宗门都不团结，为何还要死守矿脉呢？那是因为在矿脉内发现了极品灵石。你可知道极品灵石的出现意味着什么？不知。就算在上古时期，极品灵石也是极为稀少之物。有了这东西，很多强大的阵法才能实行。另外，若是哪个宗门能拥有大量极品灵石，可以在短时间内培养出一批高阶修士，这对于宗门来说是极其有诱惑力的。所以啊，四大宗门即便连连吃败仗，也不愿意放弃矿脉。我们宗门有3位元婴老祖，其他3个宗门应该也有元婴修士才对。以元婴老祖的神通，难道也阻挡不了这场战斗吗？魏老祖跟我说了，四大宗门的元婴老祖全部出面，跟对面的元婴修士打了几场，在不动用压箱底手段的前提下，打的是平分秋色。师傅，您说了这么多，是想让我做什么吗？你一个小小炼气修士能做什么呀？为师此番是想告诉你，宗门决定让为师前往战场，为前线的修士炼制丹药。那我还要参加宗门大比吗？宗门大比你无需参加了。宗门的意思是要派遣大批的炼丹师前去支援前线，所以啊，你也要跟我一起去。放心，不需要你上战场，只需要在后面炼丹即可。师傅，我们什么时候前往前线啊？月底宗门会安排我们赶往战场。前一刻还在准备宗门大比的事情，转头就要马上赶往战场，真是世事无常啊。这位师弟想要换什么呀？见过师兄，我想换一套小型的防护阵法，不知师弟想要何种用途的阵法？师弟最近修炼经常被人打搅，想要一套可以隔绝神识，若是能带点防护功能的就更好了。这套是迷幻阵，能够隔绝神识，启动后还能产生一道幻境，颇为实用，需要500贡献点或者1000灵石兑换。要是多弄点碎片就好了，那样我就可以在里面待更长的时间了。这幻阵也不强，李牧怎么跟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转呢？师兄，你什么时候搞了套阵法呀？我刚刚差点走不出来了，刚用贡献点换了的，我还没弄懂这玩意儿，才布置好你就进来了。师兄有所不知，那些可以用贡献点兑换的阵法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真正强大的法阵都捏在那些阵法大师手上，布置起来也是很麻烦的。原来如此，我也是心血来潮，换套法阵来玩玩。师兄，现在的情况不太妙啊。怎么说？这几天关于前线战事吃紧的消息已经传遍整个宗门了。据我所打探到的消息，目前有8000多人被安排前往矿脉战场。这8000人中，不会有很多都是望仙城的散修吧？是的，看来师兄也已经有所察觉了吧？这8000人中，除了新加入的散修之外，其余都是那些在门内待了10几年或者几十年的老人。这些人无一例外，全都资质不佳，修为常年停滞。看来青羽谷早就打算好了，拿我们这些人来当做炮灰。师兄，我打探到有人已经开始组织望仙城过来的散修了，我们要不要也参与其内啊？组织散修？他们是打算叛逃出青羽谷吗？叛逃宗门肯定不可能的，没人能承受那样的后果。我听他们的意思是团结起来，若是宗门真拿我们这些散修来当做炮灰，大家相互之间也有个照应。组织者是谁？连你都能知道此事，难道宗门会放任不管吗？组织者是谁，我暂时还不清楚。不过师兄说的有道理，这种事情如果摆在明面上，的确有些不合理。此事到时候再看吧。我们的任务是在后面炼丹，冲锋陷阵的事情恐怕还轮不到我们。哎呀，有件事忘了说了，3日后在清风界举办一场交换会，是由宗门举办的。师兄可否有兴趣参与？每次宗门大比开始前几个月，宗门都会举办一次交换会。这次恰逢矿脉战场，听说宗门也拿出了不少好东西呢，那自然是要去看看的。交换会维持几天？有7天时间，到时候我来喊师兄。操！失传已久的九阳神功，居然被我捡到了！华阴空，你个老六，又玩我！苏欣、苏乔、马师弟、苏师姐。马师兄，你可是好久没有来找我了。上次过去你没在。马师弟为何独自站在这里？交换会不是开始了吗？囊中羞涩，看了一圈，长长见识，便打算回去了。这朱师伯这么小气的呀？
平时连零食都不给你们的吗？心儿，不可胡言乱语。我们姐妹难得出来一趟，不知马师弟是否有兴趣跟我们一同逛一逛这清风剑啊？乔儿，这位师弟还有事情要忙，不如就让我来陪你吧。流星剑，忍住，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机。刘师弟，我修为比你高，请称呼我师姐。苏师姐，我还有些事情，就不进去了。哼！师兄，你怎么认识苏家两姐妹的？她们两个可是门内有名的大美人，尤其是姐姐苏乔，不知迷倒了多少同门呢。之前去白猿峰买灵药的时候有过接触，她们两个找我，无非就是想借此机会摆脱那些追随者而已。那两姐妹可是很少主动与人交谈的，师兄为何要拒绝呢？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，带有将我生吞活剥了的意思，我哪还敢答应啊？你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去藏经阁内看看。一起吧，正好我也想换一门秘法。此次前去矿脉战场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呢？本次前往矿脉战场，很多人是不愿意去的，可这也没有办法，宗门下达的法令，无人敢反抗。不过呢，宗门也不会让你们白白冒险，每一名前往矿脉战场的弟子，宗门都会发放一份奖励。李牧，这是你的奖励，我已经将其领取过来了。多谢主老。最近宗门内各种传言四起，你应该也听到一些了吧？听过一些，并未真正了解过，这很正常的。不仅是青羽谷，就算是其他门派内也同样如此。主老，我有一事不明，还请解惑。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会有问题，说吧，想知道什么？有一点我没想明白，就算前线需要大量的丹药，直接调度过去就行了，顶多就是我们炼丹的时间长一点而已，为何一定要派遣我们这些炼丹师到最前线呢？这是我们天越国修仙界的地图，四大宗门的位置，以及你以前所在的望仙城的位置。主老，这些红色标记是什么呀？红色标记的地方原本都是属于天越国修仙界的，现在嘛，已经被其他国家的势力占据了。实话跟你说了吧，矿脉只是一个由头而已，一个可以让其他势力明目张胆的入侵我们的由头。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我们身下的土地。这，你和李牧前去矿脉战场是我一手安排的。与其在这里等待敌人的到来，不如先离开青羽谷，到了那边再做打算。或许前往矿脉战场是师父计划的第一步。随死而赶。难道刚刚就是这些东西袭击了青云州？所有人回到房间内休息，我们距离战场已经不远了。本次救援除了我们青羽谷外，另外三大宗门也同样派人了。我们现在即将到达大本营，本门赏罚分明，凡是灭敌者都能获得战功，所获得的战功可以拿来兑换各种物品。那些物品是由我们四大派一起拿出来的，每一件都价值不菲。若是有人临阵脱逃，那老夫便会废去其修为，将他挂在战场上。这是由四大派联手布置的上古奇阵碧波叠浪阵，有此阵法在，可保你们性命无忧。先休息，随后会有人给你们安排任务。走吧，我们到此的目的是炼丹，打打杀杀的事情轮不到我们。宗门花费了大力气，才在下面设立了数十间炼丹室。他们杀敌能得到战功，我们每完成一次炼丹任务，也同样可以得到。若是心烦了，也可以到大阵外面杀敌，能不能活着回来，就要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。主师，战功所能兑换的物品很好吗？四大宗门联手拿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好的呀，比如100战功可以兑换1枚筑基丹，这样的诱惑有几人能受得住啊？杀死1名敌人能得到多少战功呢？将敌人的身份令牌带回来，便可以换取1点战功了。门口挂着牌子的，里面都已经有人了。我们不是第一批到此的炼丹师。师傅，我们要一直待在这里炼丹吗？完成任务后，在下次任务还没发布之前，那些时间都由你自由分配。时间紧迫，前线战事瞬息万变。李牧，你的任务是在3个月内炼制出5000枚回春丹。主师，以我的炼丹水平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，怕是炼制不出这么多的回春丹啊。马修，
你跟李牧一起分配此任务。好，3个月内最少要上交4000枚回春丹。你炼制了多少回春丹呢？这家伙只有1300多枚，2930枚。哇，那还好，不然就没法交代了。其中有375枚是中品丹药。好，300多枚中品丹足以，多跟马修学学，别一天到晚游手好闲，到处乱跑。师兄，这火焰比地废之火狂暴许多，你是怎么控制的呀？此火刚猛，用浴火术稍加控制就能让其稳定下来。刚刚朱师跟我说，我们练完丹后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休息。师兄有什么打算吗？先休息，然后到外面转转。那我到外面打探一下情况吧。整日待在这里炼丹，连战场什么情况都不知道。罗傲天，马师兄啊，你也被调到这里来了呀？是啊，来了已经有3个月了，都在炼丹呢。怪不得都没有见到师兄呢。我是2个月之前被调过来的。你们这批来了多少人啊？15000人。听说过几个月还有一批人要来呢。青鱼谷所有修士加起来也不足10万人，这前后应该已经派了数万人到这里了。难道又有地方沦陷了？罗傲天，我看到你跑来跑去的，是在做什么呢？哦，我的任务是传递上面派发下来的任务，赶巧就遇到马师兄了。我刚从炼丹室内出来，你能跟我讲讲战况如何吗？现在战场分为3块区域，分别是左战场、右战场和中心战场。左战场是有炼器修士互相厮杀，右战场则是筑基修士。至于中心战场，听说只有结丹修士敢去，因为那里的战况是最恐怖的，修为弱的还没靠近呢，人就已经没了。这右战场和中心战场虽然都很恐怖，可死伤的人并不多，只有左战场最为严峻，一旦交手，往往都是不死不休。不过这期间也出现了不少因此出名的人，咱们青鱼谷就已经有好几人已经打出名气了。都有谁啊？苏乔，这位师姐不仅人长得漂亮，手段也是极为厉害啊。听说已经有10几人死在他手上了。秦虎秦师兄，他以炼气12层的修为，独自斩杀3名同境界对手，一战成名。还有翁承安，此人身为玉气峰的天才，据说是自己主动要来战场的，身怀数件上品法器，也已经斩杀了7、8个敌人了。听说流星剑也来战场了，此人情况如何？流星剑啊，好像受了伤，具体如何就不太清楚了。陆师弟，我此前因为苏乔师姐的事情跟流星剑有些矛盾，还请你多留意一下此人的情况。马师兄与此人有仇怨啊？此事我知道了，一定放在心上，要尽快解决掉流星剑。万一4大宗门撑不住了，就没有机会了。师兄啊，我刚刚忘记跟你说了，在靠近矿脉的地方有一处凹陷的区域，那里是由4大派弟子举办的交易区。师兄若是有什么东西要买的话，可以去那边看看。交易区。一份凝气丹材料，售价如何？这位青鱼谷的道友可是炼丹师啊？正是。既然道友是炼丹师，那就以丹药交换如何啊？20枚下品聚气丹换一份30年份的凝气丹材料，30年份的有点低了吧？哎呀，没办法呀，我也知道30年份的材料只能勉强刚好够炼丹的门槛，可我手上这些材料也都是过来之前临时准备的，实在是没有更高年份的灵药了呀。那就15枚下品聚气丹换一份材料吧。这位道友，我这罐子里面放的都是妖兽的幼卵，孵化后稍加培养就是一大助力了。这口罐子里面放的是紫纹蟒的卵，成年的紫纹蟒实力堪比炼气12、3层修士。这紫纹蟒的卵什么价格？我看道友先前是用丹药交换的，给我30枚聚气丹，这枚紫纹蟒卵就归道友了。我身上就20枚聚气丹了，可以的话就换了，不行的话就只能等下次了。我这里有一张4灵丸的丹药和一只灵兽袋，不知道道友需不需要？4灵丸？是的，4灵丸是一种专门用来饲养灵兽的丹药，长期服用可以加快灵兽的成长，就跟我们修士服用丹药是一样的。我看道友是一位炼丹师，想要炼制4灵丸应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灵兽袋是专门用来寄放灵兽的法器，你应该知道的。储物袋是无法存放活物的，只有灵兽袋才可以让灵兽时时刻刻的在自己身边哟。其实啊，这个任务原本不应该你来做的，可为师手上需要炼制的丹药实在太多了，只能是委屈你了。不碍事，正好我也需要品阶更高的丹药来练手。好，100枚茯苓丹是宗门的要求，你只要上交80枚即可，多出来的由你自行分配。师傅，李牧这次的任务是什么呀？
那家伙心思根本就没在炼丹上面。我已经问过了，那家伙跑到左战场送死去了。若是那小子活着回来，我会立即让他滚蛋。根据最新情报，百寿山也已经被袭击了，连护山大阵都开启了。这样说来，四大宗门已经全部被袭击了。这样看的话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这里就将迎来大总攻了。只要四大宗门中有一个被击破，那么剩余的就全部危险了。怎么样？我先前的计划你考虑的如何了？以如今的情况，我就算不答应也没办法了。计划还需要一些时间，到时候我会通知你。对了，你那丹童呢？我那丫头自从去了你那儿后，回来就经常念叨起。去作战场了，已经有4个月了，估计早就死那里了。死了也好，省得那丫头天天念叨。马修啊，刚刚的话你都已经听到了吧？回师傅，听了，没听懂。听不懂是正常的，这其中利害关系复杂，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。现在的情况是，天越国已经彻底沦陷了，我和贺老鬼也想给自己留条后路。矿脉战场对手是绝对不会放过的，这里被攻破也是迟早的事情。还有一件事儿你可能不知道，四大宗门已经断了这边的支援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这里几乎是一块被遗弃的地方了。这碧波叠浪阵不仅抵御敌人，就连我们也被困在里面。别以为到了战场就可以寻找逃跑的机会，那是你没看到躲在暗处我们的人。不知道有多少人不是死在敌人的手上，而是因为远离一定范围后被自己人灭杀的。既然四大宗门不要这处矿脉了，为何还要派那么多人来此啊？你抓捕猎物的时候不得放一些诱饵吗？现在开始，无论是炼丹还是我这边的制服，都已经没有任务了。